我800块租了个小院，准备改造成我的秘密基地。兄弟们听说后非要来入股，请问你们打算入股多少钱？技术入股，技术入股？搞建设我不行，搞拆除我行。我信你个鬼 Later，上神器，看我何总拿了个神器。何总有这个神器，2天搞得定了吧？哼，半天就得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机可以免费给我们，连运费都不收。结果拉泥的车居然把门口的水泥路给压坏了，而且还把邻居家的水管也压爆了。连房东都要赶来一起抢修水管，院子还没开始改造就得掏钱修路了。唉，真的是免费的才是最贵的。出于安全考虑，我们决定推倒重建。由于我们没有砌墙经验，所以还是让专业的来。原来的墙是邻居阿叔砌的，得知我们要重建后，他就来毛遂自荐，350一天。我们一边打下手一边学习。之前我们不是把村里的路压坏了吗？出于要致富先修路的原则，我们决定先把路修好，先让挖机平整路面。之前门前有一条明沟，现在我们用160的排水管代替，先把沟挖好进行预埋。路口的水泥管也压坏了，要换新的，300一条。接下来就是浇筑混凝土。这个项目的总工还是邻居阿叔，对，就是帮我们砌墙的那个老头。压坏的水管也是他家的。所以这个项目他又中标了。我们预估要5方混凝土，阿叔以他40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，6方都不够，至少7方。7方 C20 混凝土2260元。有人知道1斗车混凝土有多重吗？师傅说1方大概12斗车。听到这个数字我们已经崩溃了。最后还是多出了2方。总工默默地让我们把它倒在墙角。最后选了这种防滑耐磨的青石板，为了省钱，决定自己铺。看了一堆网上的教程，说干就干。橘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摊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，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。887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，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，心动像风来不知不觉，此刻是结局，找你的出现。Say say 我在小城夏天陪你遇见。看看效果吧。太快就今天终于开始改造厕所了。原来的旱厕在进门的位置，我准备改来这里。房间里全是柴，收拾以后做柴火饭。原来的地基已经下沉了，我们需要重新布管铺水泥。现在室外预埋好一体式化粪池，对应的位置用水钻打孔连接，然后把需要预埋的管道连接好。由于是埋在地下的，怕做不好会漏水，我们还是请了专业的人来做。接好后就开始回填铺水泥，中间还砌了一堵淋浴隔断墙，砌个花池，大概长这样。话不多说，开工。潘杜杜
会儿，列王给国家念到底，让王给谁都来干嘛？砌好后拌点抗裂砂浆来抹灰。打你跑朋友们，装修的花式踩坑来了。批完灰后，我们想省一道工序，不刮腻子就直接刷漆，整个过程都非常的顺利，一下子就刷完了。结果我错了。没办法，只能贴阿苏的重新挂网抹灰。挂网抹灰的效果真的非常好。抹灰后，我们老老实实的再刮了一层腻子。我们也是第一次刮，但是非常的简单。先倒水，再倒用腻子粉，这样搅拌不容易结块。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，直接的往墙上抹。因为不平的地方干了之后还可以打磨，所以不用太担心自己抹不平。第一遍腻子干透后才可以开始打磨，像这样把120目的砂纸夹在砂纸夹上，打磨好后再刮第二遍腻子，干透后最后打磨一遍就可以上漆了。想尝试自己刮腻子的可以试试，有手就行，买不起还是自己做吧。详细的材料清单放在最后，想要自己做凉亭的朋友可以收藏保存。在实体店买了防腐木，先进行简单的打磨，然后上2遍木蜡油，特别是埋在地下的立柱，一定要刷饱满才能防腐。木蜡油可以用色浆调成自己喜欢的颜色。量好尺寸，给立柱开水。确定好位置和距离，开始挖坑，大概40厘米深，30厘米宽。接下来开始立柱子。用水平尺确定好水平后，在柱子周围用砖固定，再倒入水泥。给横梁切个斜角，这样比较好看。然后把横梁装上，锤的时候要用胶锤，这样才不会把木头锤坏。当然，也可以用原力。接着给竖梁开榫和切斜角，这样就可以开始安装了。6米长的横梁，我搭了16根竖梁，比例刚刚好。然后用螺丝固定，推荐大家用这款梅花槽的木结构快攻螺丝，不容易滑牙，还能防薄板开裂，非常好用。地上我们搭了18根龙骨，用砖和水泥凿，上面就可以开始铺防腐木了。搭好后，再整体上一遍木蜡油。顶上我用的是涂了木蜡油的9厘板，排成合适的尺寸，弹墨线，上螺丝。用一张完整的防水防晒布覆盖，要保证它不漏水，不然9厘板1个月就没了。顶上用救命稻草装饰，在网上买了好几款，最后选了这款够挺还防火的仿真稻草。用铁丝和扎带固定。我花800块租了个小院，准备改造成我的秘密基地。今天到了超治愈的铺草皮环节，先平整土地，然后铺上一层河沙藻皮，撒上一些营养土。我选的品种叫马尼拉，四季常青，长势不快，不用经常修剪，4块5一捆。便宜的时候3块钱也能买到，你们那里卖多少钱？可以评论区告诉我。1个平方需要2捆半，请了村里2个阿姨来铺，花了350。他们说自己非常专业，没有种不活的草。铺完后要马上浇水，一定要浇透，然后把草拍实，让根系充分的接触泥土。接下来搞2条小路。找个200斤的工具人，把路压实，收工。今天详细的教程来了，首先是怎么搅拌打底的砂浆。我在网上看了很多教程，砂分什么细砂、中砂、粗砂，水泥还分325、425，看得我一脸懵逼。其实水泥一般就选便宜的325，买砂的时候告诉商家用途，他就会给你合适的砂，比例一般都是2斗车砂加1袋水泥，不需要太严谨，反正掌握不好就尽量多加一些水泥。主要是加水前要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加水搅拌成这样，手捏成团，落地开花就行。然后用水平仪和墨斗弹出想要的水平高度，并找好坡度。
找坡度就是让水平线往你想要水流的方向倾斜一点点，用打底砂浆沿着水平线找平，记得扣除石板和水泥的厚度，用水泥加水搅拌成膏状，软硬适中就可以抹在青石板的背面了。中间高，四周低的铺满水泥，最后用胶水找平，每铺一块都要找平，不然就会凹凸不平，容易积水。继续改造小院的厕所，先给厕所里开个门，大家猜猜门后面的空间准备用来做什么？然后整个房间都要批灰，给老房子批灰实在是太难了，请教了很多老工匠，也在网上看了很多教程，有的说得先把旧的墙皮磨掉，不然容易空鼓，我打磨了；有的说要挂网，不然会脱落，我花了2天的时间挂网，然后胸有成竹的开始搅拌砂浆批灰。没想到开局就是地狱难度，砂浆一个劲的往下掉，根本弄不上去。最后还是花了200块请了个师傅来指导。水上绑下，不是水下绑上。师傅说老墙挂网披不上灰，让我把网撕掉。师傅看不下去了，要给我做个示范，结果根本停不下来。批好灰后，直接上3层白色防水外墙漆。别问我为什么不刮腻子，问就是因为穷。大家看看有没有翻车？蹲在这里干嘛？房东把这块地也给我们用了，我打算种点菜。种菜？村里走地鸡这么多，你还没吃上，鸡先吃完了。哎，我听说房东家后面有片竹林，要不我们……小院改造的第13天，准备给门口的菜地做个免费的篱笆墙，砍了房东家10几根竹子，把竹子切成每段1.2米的长度。邻居阿叔教我们用自制神器把竹子破开，先设计成想要的形状。我的设计理念就是防止走地鸡进来，把竹片编成1.2米乘2米的篱笆，然后把桩打好，再把篱笆连接起来。今天还有小粉丝来帮忙，最后给菜地做个篱笆门。以后在小院就可以蔬菜自由了。小院改造的第14天，今天给院子设计了2个异形花池，厉害！一个是进门右手边的玉壶花池，墙角我设计了一个扇形，然后左边连接一个阶梯式的花圃，增加层次感。接着开始轻车熟路的砌砖，高度感觉合适就行，主打一个手艺。抹灰还是外包给了邻居阿叔，在村里的好处就是随时会有惊喜。拿几粒玉米来自己种的，来送给你们吃。香哦！吃饱后开始砌小院的主花池，位置在进门的左边，因为这是小院最主要的景观之一，所以我挑战一个高难度长达7米的弧形花池，墙体还是波浪状的，砌不出来的话就用割的。割好后刮个外墙腻子，刷个墙漆，不知道后期腻子会不会掉。这辈子再也不自己刮腻子了。好像还有个花圃没刮哦。作为花艺小白的我，接下来最头疼的就是该选什么植物了。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？这个嘛，去水管还剩下一个3通，不知道能不能退。不用退，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妙招，我们只需要再买一点点配件，就可以做出一个张一篓了。这就是你说的一点点？没错啊，一点点嘛。今天用水管做一个移动张一篓，先把32的水管剪成10公分一段，把水管插进立体3通，可以用胶锤辅助一下，另外一头连接立体4通，组成一个单元。
接下来就是重复第一个步骤，像拼乐高一样逐步拼装就行了。先把底座拼好，然后是主体部分，中间用5通连接做个隔断，最后把底座和主体拼接在一起，再给张一篓做个小拉手。底部装上4个万向轮，用亚克力板连接固定。一个可以移动的张一篓就做好了，不仅可以收纳衣物，还可以装狗。花生、瓜子、小零食，有需要的吗？这个小车用了90个各种接头，5根4米的32管和4个万向轮，一共花费了317。主要是贵。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网上的小妙招。最近超火的古法养鱼缸被我做出来啦，大家直接抄作业就行。在村里淘了个缸回来，彻底的清洗干净，然后清洗火山石。用洗菜的沥水盆洗最方便了，要洗掉所有的泥，洗到水清澈为止。先把2至4厘米大的火山石倒入缸里，我这个缸用了25斤，接着倒入15斤5至8毫米的火山石，然后放一个小水泵在底部，用火山石把水泵埋起来。接下来开始种水草，直接把根部插进火山石就行。接着铺上一层溪流石，大小2至5厘米。溪流石能固定水草，承接鱼的粪便，防止鱼被火山石刮伤。我用了15斤，然后放上一些鹅卵石装饰一下，就可以加水了。加水的时候用个塑料袋挡一下，防止石头水草被冲乱。加好水后静置1天。 The next day. 第2天，在村里砍一根竹子做个竹排，把竹排放在鱼缸上，用来放流水罐。流水罐接水泵，放上一块过滤棉，然后放一些小的火山石，把一颗春雨种上去，买上自己喜欢的小鱼，过温过水后就可以放进去啦。来看看效果吧。用砂光机打磨光滑就可以上木蜡油了。用色浆调出想要的颜色，我涂了3遍，每一遍干透后再涂下1遍。晾干后开始打孔，钻孔的位置图纸里面都有。用个定位器打孔更方便。我要穿的螺杆是8毫米的，打孔最好打9毫米，不然会非常难穿。打好孔后，按照第2张图纸分2部分用螺杆穿起来，然后组合到一起。上好螺母就可以开始尝试打开了。1次成功。把木条调整好后，把螺母拧紧，去掉多余的螺杆就完工了。找几个工具人试试椅子的承重能力。舒服。我用废旧轮胎做了一个摇摇椅。前几天用捡来的废旧轮胎做了一个轮胎茶几，还剩下一个，今天就给它废物利用起来。先把轮胎洗干净，找来废木板切个圆形底座，开好需要的连接孔。接着做椅子腿，在木板上画出想要的弧度，用曲线锯裁切出来。一块太薄了，得把2块拼接在一起。再设计一个弧形靠背，然后把底板固定到轮胎上。家里的镀锌圆管刚好可以做靠背的支撑，然后就可以填充海绵了。网上买的50D 海绵塞里面，再钉上弹力绷带，再用一层3厘米厚的40D 海绵包裹住，放上弧形靠背，最后缝一个外套给它套上。来看看效果吧。把烦恼摇出来。在村里捡了几个不要钱的废旧轮胎，把它改造成这样的茶几，需要花多少钱？先给捡回来的轮胎洗个澡，找块废木板，用曲线锯切2个圆形底座，底座打钉固定在轮胎上。网上买了尺寸14毫米的麻绳，用热熔胶把麻绳粘在轮胎上，像这样1圈紧挨着1圈，不要留缝隙。直径14毫米的麻绳材料效果最好，热熔胶每次不用放太多，容易溢出来，不仅难看还烫手。一个轮胎大概需要70米的麻绳，麻绳我买多了，就顺带做了2个凳子。茶几的桌腿我买了2个尺寸15和30的平角桌腿，里面用珠光雪梨纸和假花装饰一下。这种雪梨纸花店和网上都有卖，假花插在泡沫上固定，再加点灯珠搭配，盖上玻璃，来看看效果吧。